大家好，我是云南大学信息学院丁海燕老师，欢迎走进 C 语言程序设计课堂。今天我们讲解对被调用函数的声明和函数的嵌套调用。变量要先定义后使用，函数也要先定义后调用。如果被调用函数的定义位于调用它的函数主调函数之后，则在调用函数之前，要先对被调函数进行声明。在一个函数中调用另一个函数需要具备如下条件：一、被调用函数必须是已经定义的函数，是库函数或用户自己定义的函数。二、如果使用库函数，应该在本文件开头加相应的井号 include 指令。三、如果使用自己定义的函数，而该函数的位置在调用它的函数后面，应该声明。下面来看例 7.4， 输入两个实数，用一个函数求出它们之和。解题思路：用 add 函数实现。首先要定义 add 函数，它为 float 型，它应有两个参数，也应为 float 型。特别要注意的是，要对 add 函数进行声明，分别编写 add 函数和 main 函数，它们组成一个原程序文件。main 函数的位置在 add 函数之前，在 main 函数中对 add 函数进行声明。程序如下 ：float add（括号 float x float y） 这一句是对 add 函数进行声明。float abc 定义三个实行变量，用 scanf 输入 ab 的值 ，c 赋值 add ab 调用函数 add， 输出 c 的值。float add float x float y 以下是函数定义。add 前面的 float 是函数返回值类型，求两个实数之和，函数值也是实行。注意，函数声明 float add float x float y 分号和函数定义的首部 float add float x float y 只差一个分号。c 赋值 add ab 表示调用 add 函数。以下表示定义 add 函数。输入 ab 的值为 3.6、6.5， 则 sum 的值为 10.1、5个0。函数原型的一般形式有两种，例如 float add float x float y 分号 float add float float。原型说明可以放在文件的开头，这时所有函数都可以使用此函数。在调用一个函数的过程中，又调用了另一个函数，称为函数的嵌套调用。C 语言的函数定义是互相平行、独立的，即在定义函数时，一个函数内不能再定义另一个函数，即函数不能嵌套定义，但可以嵌套调用函数，即调用一个函数的过程中，又可以调用另一个函数。函数嵌套调用的例子如图所示：一、main 函数调用 A 函数；二、程序流程转向 A 函数；三、A 函数调用 B 函数；四、程序流程转向 B 函数；五、执行 B 函数的函数体；六、返回 A 函数的调用处；七、从调用处继续执行；八、返回 main 函数的调用处；九、从调用处继续执行，在 main 函数中结束程序运行。下面来看例 7.5， 输入4个整数，找出其中最大的数，用函数的嵌套调用来处理。解题思路为：
寐中调用 max4 函数，找4个数中最大者。max4 中再调用 max2，找2个数中的大者。max4 中多次调用 max2，可找4个数中的大者。然后把它作为函数值返回寐函数。寐函数中结束输出，寐函数中输出结果。主函数程序如下：首先对 max4 函数进行声明，定义变量 abcd max， 用 scanf 输入 abcd 的值 ，max 赋值 max4 abcd， 这是调用 max4 函数求4个数的最大值。其中 scanf 语句输入4个整数。max 赋值 max4 abcd 调用后肯定是4个数中最大数，用 printf 输出最大数。max4 函数程序如下 ：int max4 int a int b int c int d int max2 int a int b， 这是对 max2 函数进行声明。m 赋值 max2 ab 返回 ab 中较大者。m 赋值 max2 mc 返回 abc 中较大者。m 赋值 max2 md 返回 abcd 中最大者。max2 函数功能是找 ab 中较大者。程序如下 ：max2 可以改写为 int max2 int a int b return (括号 a 大于 b 问号 a 冒号 b) m 赋值 max2 ab m 赋值 max2 mc 这2个语句可以合并为 m 赋值 max2 (括号 max2 ab 逗号 c) m 赋值 max2 ab m 赋值 max2 mc m 赋值 max2 md 这3个语句可合并为 m 赋值 max2 (括号 max2 括号 max2 ab 逗号 c 括号逗号 d 括号 m 赋值 max2 ab m 赋值 max2 mc m 赋值 max2 md return m 这4个语句可以合并为这一句。函数调用执行过程如图所示。寐函数首先调用 max4 函数 ，max4 函数调用 max2 函数 ，max2 函数自己调用自己共3次，最后返回 a、b、c、d 4个数的最大值给寐函数。好了，同学们，被调函数的声明和函数的嵌套调用我们就学到这儿，下节课再见。